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你有没有觉得明明睡得很好，脸上却总是有累累的感觉呢？泪沟、法令纹、墨纹就特别的明显，让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没有精神。其实这并不只是皮肤的问题，而是光和影的作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的脸会看上去下垂。首先呢，是我们阴影过重的地方，比如说泪沟啊、法令纹啊，还有墨纹，这些部分呢，让我们的脸看上去有凹陷的感觉，而且没有立体感，所以呢，会让我们的轮廓看上去模糊，显得更加没有精神。那我们要通过怎么样化妆的手法来遮掉这些阴影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告诉大家哪些部位要特别注意，怎么画能让脸视觉上提升。其实化妆是可以做到提拉的效果，不需要医美，不需要去拉皮，几个简单的技巧就能让你的脸瞬间提拉，整个人更年轻更精神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那在化妆之前呢，我已经做了护肤和防晒都做了，因为避免自己的皮肤太干，我会先喷一层保湿喷雾，让脸更加滋润，这样化起妆来呢也不会觉得很厚重。另外呢，我还会用到我最喜欢的妆前乳。这个妆前乳呢，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有介绍过，它非常滋润，非常适合干性肌肤和熟龄肌的朋友使用。你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，也可以用来只是平时的护肤，非常的滋润，也很保湿，我很喜欢用到它。那保湿和妆前乳擦完了以后呢，我会先用到这个 CC Cream， 之前也有介绍过，它可以很好的淡化我的泛红的地方和暗沉，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起到提亮肤色的效果。如果平时不想化妆的时候，但是又想让看上去比较均匀比较健康，我就会用到它。那上完这个 CC Cream 呢，我就会用到 Color Corrector， 我用到的是 NARS 的 Color Corrector， 它是偏橘色的，只要沾取少少，用个小刷子沾取少少，沾了它以后，然后放在自己的手背上，把它刷匀了，刷到最薄最匀的时候，再擦在自己的泪沟处。它这个颜色是橘色的，非常适合比如说眼下有泛青啊、泛灰啊，这些就很容易遮掉我们的黑眼圈，这个颜色非常适合我。还有记住，在遮黑眼圈的时候，尽量遮在你的阴影有泪沟的地方。所谓有泪沟的地方，就是你自己直视你的镜子，你能看到一条比较有像是阴影的这样的一条泪沟，直接把你的 Color Corrector 直接画在你有阴影的地方，泛青的地方，不需要把整个眼下全都去涂，因为这样会卡粉，也会显得很厚重。只要轻轻的在泪沟处把你的深色的地方修一下，遮盖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它就直接会有一个提亮的效果，因为你看不到泪沟的阴影了。然后慢慢的用刷子慢慢把它刷开就可以。刷开了以后呢，你可以用手指的余温，可以把它按压的方式再把它慢慢拍开，这样呢就会让 Color Corrector 更加轻薄服帖。我的眼睛其实这边的泪沟比这边更加厉害，所以呢我就专门在我的左边示范给你们看。我今天呢会示范一半的脸给你们看一下，让你们会看到一个视觉上的比较。等你遮完了以后，把多余的余粉可以遮掉你脸上的一些斑点啦、瑕疵啊，就是用点压的方式稍微的再遮一下，这样呢你就算上粉底的时候也不会很厚重，因为基本上你的脸上的遮瑕就在这一步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就是上底妆了。我今天用到的呢就是 Merit 的粉底棒。在上底妆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刚刚遮瑕的地方，在你的脸部周围稍微上一下粉底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会用个刷子，你也可以用手或者是用 sponge 都可以，用个刷子就把它均匀的刷开。记得眼下刚刚修饰过的地方不要再用刷子用力的去刷，这样会把之前刚刚遮眼袋的地方给弄掉。所以在刷脸的时候，把余粉轻轻的用刷子按压在你的眼睛下面稍微按压一下就可以了。到最后呢，我还会用一下美妆蛋，有些地方不太均匀或者是太过厚重，我就会用美妆蛋去按压，
把它弄得更加均匀，这样出来的妆感呢就更加通透，更加自然。我们刚刚已经把泪沟这一部分已经处理过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处理一下我们的法令纹和木偶纹，这两个地方呢是会让我们感觉上脸部下垂最厉害的地方。我用的是 Make Up Forever 的 Concealer， 用的色号呢可以比你自己的肤色亮1度或者是亮2度都可以，因为最主要的我们是要把这个阴影部分去掉，就是在阴影处给它起到一个打亮的效果。另外再用这个 Concealer把我们的眼角这儿画一条线，记得是45度角，在这儿稍微画一条，然后在这里的嘴角下面这一处，因为嘴角这儿我们有时候也会有暗沉，所以会让我们的整个嘴是往下掉的。如果说你的木偶纹很厉害的话，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做一个打亮的效果，用比皮肤的色号亮1度到2度的 Concealer 在这儿画一条，然后在这儿眼尾到鼻翼这儿也可以画一条，然后呢另外在你的鼻翼处这儿有木偶纹的地方也给它打亮一下，这样在视觉上呢就会给你一个整个提拉的效果。记得在匀开你的 Concealer 的时候，这条 Concealer 记得不要往下面去打，你要抹开这个 Concealer 均匀，要尽量往上，在你这个部位去往上打，不要往下。然而下面的这条线你要去打匀开的话，你要往下打，所以把中间这一块留出来，这样呢在视觉上会给你一个很立体的提拉的效果。你看到同样的这2条提拉的线一画，你整个脸看上去就比较立体。这边脸跟这边脸没有打过的，你就看上去很圆，但是这边脸你打过提拉阴影的部位，视觉上是给人一种提升提拉的感觉。记得在画的时候呢，这一边的 Concealer 尽量往上匀，这边的 Concealer 尽量往下匀，中间这块我们就留着打腮红。另外还有记得在你打亮的时候，记得我们眼睛的上眼皮年龄增长会下垂，所以呢在无形中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眼尾这个三角形的阴影，这个三角形的阴影呢就会给人感觉一种眼睛下垂的感觉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三角形眼尾这个阴影打亮了。你可以用遮瑕膏，也可以用 Color Corrector 都可以，要把这个灰色的阴影去遮掉它，在视觉上眼睛就不会有那种下垂的感觉。记得不要忽略了我们眼角的这个部位，把这个眼角的暗沉提亮一下，看上去眼睛就会更精神。接下来就是画眉毛，画眉毛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眉形去画，但是有一点要记住，眉尾千万不要画得很低，你如果眉尾画得很低，视觉上会给人有下垂的感觉，所以眉尾尽量跟你的眼尾是平行的，而且画的时候呢，稍微就不要画得很低，稍微在你眼睛距离上面一点点画，这样呢也会有一个提拉的视觉效果。如果你眉尾这样画下来很低的话，你就看上去这个眉毛是倒拔的，所以在画眉毛的时候尽量画一个自然的弧度，然后呢这个眉尾尽量画的跟你的眼尾是平行的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画眼线了，眼线了记得一定要画在眼睛的上眼帘睫毛的根处，越贴近越好。如果你觉得画不好的话，可以省略不去画眼线，有时候早上没时间不画眼线，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刷睫毛，一定要夹睫毛，因为你睫毛一画，刷了睫毛膏之后，你的眼睛是张开的，而且一定程度上睫毛膏一刷，它能够遮盖你的上眼帘的双眼皮下垂的情况，它可以有一个修饰，不会让别人注意到你的双眼皮下垂。记得一定要把睫毛夹得很翘，然后呢要刷睫毛膏，要刷的那种拉的长的那种。我不喜欢那种很浓密的睫毛，我喜欢根根分明的睫毛，所以我用的这个呢，就是它可以很好的保持我睫毛一整天的卷翘，而且呢就在视觉上
是支撑你的上眼皮，有一点遮掉你上眼皮下垂的这个阴影，所以就是在一般的近距离看上去，人家不会很注意眼皮下垂，反而呢就觉得你的眼睫毛很长很翘，会放大你的眼睛。另外，如果是画眼线的话，也尽量根据你的眼睛的圆形去画，不要把眼线画到底，因为如果你把眼线画到底的话，就整个让你眼睛的轮廓是下垂的，就更加明显。所以画到我们眼球黑眼珠的这个外侧2/3的地方，可以把这个眼线往外拉一点点，这样呢就是不会让你的眼睛下垂很明显。还有眼线画的时候可以晕一下，有时候我们眼线画得不好没关系，可以用个棉签去稍微把它晕一下，这样你的眼线看上去是会比较自然。就算你不画眼影，它也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非常柔和的感觉。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加眼睫毛，刷眼睫毛，让你的眼睛看上去是放大的。接下来就是画腮红了，腮红也是非常重要的，颜色会让我们的脸看上去更立体。刚刚我们露出的这一块正好是可以擦腮红的地方，你一擦腮红，整个脸的这一块就非常的饱满，看上去不是那种下垂，是饱满嘟嘟的感觉。所以在我们上腮红的时候，尽量在我们的 cheek 这儿上，然后再匀开，不要画到你的 cheek 的下面，就会让你感觉往下沉。尽量把腮红一直慢慢的过渡到你的太阳穴，整个脸的气色会看上去很好，并且呢就是整张脸看上去是提拉的，是阳光晒下来的那种感觉。上了腮红之后，你的脸就觉得很立体，因为它会特别突出你的苹果肌，这块苹果肌看上去是嘟嘟的，而不是下垂的那种。一定要把这个腮红上在这45度角的这个空档里面，然后慢慢匀开，可以一直匀到我们的额头这儿，这样瞬间就会有一种立体感提拉的效果。把多余的腮红可以轻轻的带过你的眼皮啊，作为眼影来用都可以，在你的鼻子中间稍微上一点，这样看上去呢更年轻也更自然。其实画到这一步呢，就基本上这个妆容完成了，就差上唇膏了。唇膏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唇膏，还有就是如果在画唇线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整个唇线画到嘴角，这样会勾勒出一个轮角是下垂的。唇线呢可以只画上面的这个丰唇和下面的这个下嘴唇就可以了，不用整个嘴型都勾勒出来。我今天选择的这个唇膏颜色呢，是跟我自己的衣服有点衬的，有一点橘的颜色。你可以选择当天你的穿搭，你的衣服，配合你的衣服去选择你今天要用的唇膏就可以了。化妆呢是需要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试验的。学会了这些光影技巧，你会发现妆容不仅变美，还能让整张脸变得更紧致更年轻。你也试试看吧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